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毁容式演技震撼观众，向阳花角色塑造太绝了。赵丽颖素颜出镜，化身底层母亲，油垢指甲、褪色吊带浸透穷酸感，拉废品时的笨拙与湖南素朴里的市井气，让角色从皮肤渗入骨髓。她嘶吼着撕开社会偏见，癫狂打斗戏迸发演技高光，却在抚摸女儿照片时敛不住眼神里的单薄。这是赵丽颖毁容式突破的 A-B 面，既砸碎了花瓶，又暴露出情感诠释的裂缝。在电影《向阳花》中，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为给听障女儿凑计人工耳蜗的费用，误入歧途入狱。出狱后的她，在社会的偏见与生活的重压下艰难求生，努力为自己和女儿挣出一片天。这一角色被设定为饱经沧桑、坚韧不拔却又充满无奈的底层母亲，在角色形象塑造与演技呈现上有可圈可点之处，却也存在一些有待提升的地方。从形象塑造来看，赵丽颖为了贴近角色下了不少功夫。她素颜出镜，皮肤粗糙，毛孔粗大，油头垢面的样子毫无往日的精致感，双手粗糙干裂，指甲缝里还有污垢，全身造型尽显窘迫与贫穷，印花黄衬衣、褪色吊带、紧绷短裤，将底层女性的穷酸感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在外形上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，让大家几乎认不出这是她。肢体语言方面也有亮点，拉废品时的笨拙，被搜身时的屈辱，搏命时的癫狂，都演绎得较为生动。在一些场景中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生活的艰辛与不易，比如收废品拉车时生疏的姿势，把底层人谋生的吃力感诠释得十分到位。方言的运用也是角色塑造的一个加分项，他学习的湖南素朴，台词中夹杂着鸟赛宝气等俚语，增添了角色的地域真实感与市井气息。在村委会对峙等情节中，方言的使用强化了角色的泼辣与无奈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。然而，角色塑造也存在缺陷，在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上有所欠缺。高月香这一角色性格较为单一，大多时候展现出的是泼辣、凶狠的一面，比如面对侵犯、不公时，总是用嘶吼和暴力去解决问题，缺乏内心细腻情感的多面展现。例如在找工作被拒、被社会歧视的情节中，更多呈现出的是愤怒与反抗，对于角色内心深处的自卑、无助与迷茫挖掘不足，使得人物性格不够立体。同时，角色行为逻辑也存在一些问题，他出狱后的一些行为显得脱离现实，不合常理，像他在一些情况下毫无法律意识，甚至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选择，如轻易答应不合理的交易等，这让角色的可信度大打折扣，也影响了观众对角色的共情。谈及演技，赵丽颖在一些情绪爆发的戏份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爆发力，比如狱中与狱霸冲突、夜场反抗性骚扰等场景，她的愤怒、反抗都演绎得很有冲击力，能够带动观众的情绪。但在一些细腻情感的演绎上还有进步空间，在与女儿相处的戏份中，她对母爱的诠释稍显表面，向监狱探视女儿时，虽然有抚摸照片、指尖颤抖等动作，但眼神中对女儿复杂的情感，如愧疚、思念、担忧等，没有完全深入地传递给观众，显得情感深度不够，难以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。而且在不同场景下情感转换不够自然流畅，从愤怒到悲伤，从坚强到脆弱等情绪的转变，有时会显得有些突兀，没有很好地展现出角色情感变化的层次与过程。赵丽颖在《向阳花》中为角色塑造付出诸多努力，也展现出了一定的表演实力，但在角色塑造的完整性与演技的细腻度、情感层次的把握上，还有提升的空间。期待她在后续作品中能够不断突破自我，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。在《向阳花》中，赵丽颖彻底颠覆了以往甜美少女的荧幕形象，用一种近乎毁容式演技的方式震撼了所有观众。这不是一句夸张的修辞，
而是对她这次角色塑造的最真实写照。她不再是那个光鲜亮丽的女主角，而是一个深陷命运洪流中的普通女人，脆弱、倔强，饱经风霜却依然坚强地活着。为了贴近角色，她不惜丑化自己，素颜出镜，眼神疲惫，面庞憔悴，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沉重与角色的挣扎。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演技蜕变，也是一场演员对自我极限的挑战。角色林向阳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，她身上没有闪光的光环，有的只是底层女性在夹缝中求生的挣扎与痛苦。赵丽颖却选择用最真诚、最质朴的表演方式，将这个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。她的台词不多，更多依赖眼神和肢体动作传递情感。在孩子生病、亲人离世、生活逼仄的戏份中，她收敛了所有表演的痕迹，仿佛真的成了那个活在1970年代社会夹缝中的母亲。那些痛哭、沉默、无声的愤怒，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心。尤其是一场雨中奔跑的戏，她连续拍摄12小时，在寒雨中几度虚脱晕倒，只为呈现角色在生死边缘的挣扎。那种濒临崩溃的神态，仿佛将观众一同带入她的世界，令人揪心。这种毁容式演技不仅是对颜值的放弃，更是一种对角色的尊重与信仰。在这个审美高度商业化的影视圈里，有多少女演员敢于将自己丑给观众看？而赵丽颖的丑却让人看见了真正的美，那是对角色的深入挖掘与人格的重塑，是用生命去表演的勇气。正因如此，她所塑造的林向阳才如此鲜活、生动，令人动容。很多观众在观影后表示，赵丽颖终于不是那个靠流量撑起热度的女星了。这句话虽然听起来略显苛刻，但实则是一种肯定。她靠这部作品彻底摆脱了偶像包袱，从甜宠剧女主走向了实力派演员的道路。她不再只是被剧本安排的工具人，而是一个主动挖掘人物灵魂、重建人物命运的创作者。也正是这种主动性，让她的角色具有厚度和分量，甚至让人忘了这是赵丽颖，而真真切切看见了林向阳这个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向阳花》并不是一部讨巧的电影，它讲述的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生活，故事沉重，节奏缓慢，画面灰暗，这些元素很难被当下以娱乐为主的观影市场所接受。但正是赵丽颖在其中的沉浸式演绎，为整部电影注入了灵魂，也成功唤起了大众对现实主义题材的重新关注。电影最终票房破亿，虽有争议，但口碑层面已经收获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可。而赵丽颖也因这部作品再度站上职业生涯的新高峰。这一切成就的背后，是她对演技的极致追求，对角色的全情投入，以及对艺术的。王一博撑起乐华半边天，长期贡献超60%营收太猛了。乐华娱乐2024年营收7.65亿元，王一博个人贡献占比近半壁江山，手握奥迪、香奈儿等20家顶奢代言，主演电影《无名长空之王》票房累计破15亿，这位扛起公司60%营收的顶流艺人，合约动向正牵动整个娱乐产业神经。4月15日，乐华娱乐集团发布的最新财报再次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。财报显示，作为乐华娱乐旗下的顶级艺人，王一博长期为公司贡献了超过60%的营收，成为公司发展的核心支柱。据财报数据，乐华娱乐2024年营收为7.65亿元，较上年同期的7.56亿元增长1.2%。尽管整体市场环境充满挑战，但乐华娱乐依然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态势，这其中王一博的贡献功不可没。2024年，王一博的个人贡献收入占比进一步扩大，几乎占据了公司营收的半壁江山。回顾过去几年，王一博对乐华娱乐的贡献同样显著。从2019年到2022年一季度，王一博的营收占比分别为16.8%、36.7%、49.5%和56.8%，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。
特别是在2020年至2022年4月30日期间，王一博为乐华娱乐带来的收入高达10.83亿元，充分展现了他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影响力。王一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商务代言、影视剧片酬等多个方面。他持有众多高端品牌的代言合同，合作品牌包括奥迪、联想、红米、松下、Nike、香奈儿等。这些代言不仅为乐华娱乐带来了可观的收入，也进一步提升了王一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。此外，王一博在影视剧方面的表现同样出色，他主演的多部电影如《热烈》、《长空之王》、《无名》等票房成绩斐然，为公司贡献了稳定的现金流。对于王一博的长期贡献，乐华娱乐也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回报。公司不仅为王一博提供了优质的资源和平台，还通过合理的分成机制确保了他的权益得到保障。这种双赢的合作模式也为乐华娱乐吸引了更多优秀艺人的加入，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业界的领先地位。然而，随着王一博的合约即将到期，他与乐华娱乐的未来合作也引发了业界的广泛猜测。尽管目前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续约计划，但王一博对乐华娱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无论未来合作如何发展，王一博都已经成为华语娱乐圈中不可或缺的顶级艺人之一。展望未来，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，乐华娱乐需要继续深化与王一博等顶级艺人的合作，同时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市场机会。只有这样，公司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当然可以，以下是根据你提供的标题，王一博撑起乐华半边天，长期贡献超60%，营收太猛了。创作的约2000字中文长文，不设小标题，内涵深入讨论，分析与结语，风格贴近大众媒体评论，与粉丝视角结合。近几年，在娱乐圈的风起云冲中，王一博无疑是那个屹立潮头、始终发光发热的名字。从偶像练习生体系中走出来，他没有停留在流量的舒适区，而是用实际行动和不断进化的作品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最近，乐华娱乐公布的一项数据再次引爆舆论：王一博长期贡献公司60%以上营收。这不仅仅是一串令人咋舌的数字，更是娱乐产业对一个现象级明星商业价值的实质性认证。在这个数据背后，是王一博全方位发展的六边形战士体制。他不仅仅活跃在电视剧、电影、综艺等传统娱乐板块，在代言、杂志、走秀、舞台乃至文化输出层面都取得了骄人成绩。代言方面，他几乎囊括了各大国际一线品牌和新锐国货，从日化美妆到电子科技，从运动休闲到高奢时尚，应有尽有。在这个代言混战、竞争白热化的时代，品牌看重的不只是热度，更是形象、口碑与长线稳定性。王一博之所以能长期稳占高位，靠的不是一时热度，而是持续向上的职业状态和公众信任度。从财报视角来看，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像是共生体，明星的高曝光、高转化能力为公司带来营收，而公司则通过资源整合、平台搭建为明星赋能。王一博能为乐华贡献超过60%的营收比例，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就是这个平台上的头号印钞机。而且这并非短暂现象，而是长期贡献。这4个字更加印证了他商业价值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，这在娱乐圈绝对是硬通货。回顾王一博的发展路径，他的商业版图布局非常清晰。从《陈情岭》大爆之后，他没有沉溺在 CP 红利中，而是选择各条赛道同时发力，持续拓宽边界。电影方面，从《无名》到《长空之王》，他一次次挑战自我，转型为实力演员。电视剧方面，《冰与火》、《风起洛阳》、《追风者》等作品屡获热议，拓宽了他的戏路和观众基础。舞台表现更不用说，从这就是街舞冠军到各大跨年晚会的砸场表演，
他用每一个舞台印证了什么叫业务能力拉满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身兼摩托车手等多重身份，不仅带火了小众文化，更增强了粉丝粘性和路人好感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正是他拼命三郎式的自律与坚持。王一博不是那种靠炒作人设维持热度的艺人，相反，他甚至在社交营业这件事上极其克制和低调。在当今娱乐生态下，能在几乎不营销自身生活的情况下，依然维持强曝光、强话题的艺人，实属凤毛麟角。他的高冷与神秘反而构建出一种独特的魅力，吸引了大量理性粉丝群体和品牌青睐。此外，王一博的成功也给整个娱乐行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。在流量艺人频频塌房、虚高泡沫被戳破的当下，王一博用实力和业绩证明，顶流不是靠数据刷出来的，而是真金白银换回来的。他的存在，某种程度上也修复了公众对偶像2个字的信任感。他不仅仅是粉丝心中的信仰，更是平台与品牌眼中的稳健资产。当然，能撑起公司半壁江山，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压力。公众的关注度、资本的期待、市场的挑战都在时刻提醒他，你不能停下。不过，从王一博过往一路走来的表现来看，他不仅没有被这些压力压垮，反而越战越勇。无论是艺术追求还是职业发展，他始终展现出一种少见的清醒与决断力，仿佛总能提前洞悉风口，以极快的效率完成蜕变。对于粉丝而言，王一博不只是一个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偶像，更是一个激励他们自我成长、自我实现的榜样。他身上的努力、坚韧、踏实，甚至有点倔强的个性，正是这个时代年轻人所共鸣和向往的品质。他的成功不是偶然，而是时间和汗水共同雕刻出的作品。最后，也想借这篇文章送一句话给一直以来支持王一博的粉丝们：你们的坚持与守护，是他前行路上最温柔也最强大的力量。而对于那些仍在犹豫、观望甚至质疑他的人，或许也该正视一个事实：娱乐圈的风口浪尖，潮起潮落，只有真正有实力、有作品、有底气的艺人，才配得上长红2个字。王一博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而我们也有幸成为这段辉煌旅程的见证者。未来的每一步，或许都会更加精彩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